关于这样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一伦好，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持续要带大家来讨论现在欧洲的国家跟美国其实有点开撕的状况，但是欧盟内部的国家其实也面临一些分歧。好，我们来看到就是对中合作是越趋务实所以欧洲现在致力再平衡策略，那美中的影响力就此消彼长。好，我们来看到作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中国凭着庞大的市场规模，还有完整的工业体系、雄厚的金融资本、长期的投资布局，已经成为了欧洲多国重要的经济伙伴。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欧洲领导人都纷纷到了中国大陆这边去。好，那即便目前不能完全取代美国的安全保障角色但是在经济伙伴上面已经是越来越紧密了。好，但是意大利的媒体，它是意大利的晚邮报，它就有特别讲说，意大利制造现在可能会面临一个流失的危机，因为根据最近统计1年之内就有超过400家的异国企业遭到外资收购，那包含是意大利的百年摩卡咖啡壶的品牌比亚乐提也被中资买下。好，所以中国大陆在欧洲现在影响力真的是慢慢的在增加当中。好，那我们看到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他也认为要支持的是欧洲制造。好，那他有特别讲到欧洲必须要兼顾捍卫自身战略利益，还有支持本地生产。那他希望能够推动战略领域优先考虑欧洲企业，而不是外国公司的一个举措。好，但在欧盟峰会前夕目前这个人又讲话了就是法国这边的马克宏他是要将这个欧盟峰会中力推优先采购欧洲产品的经济蓝图。那当然他希望强化就是欧洲自主，但是却引发其他国家的不同意见。我们看到这2个国家是德国跟意大利好，这2个近来的立场趋于一致的欧洲大国呢，他们是指引马克宏的保护主义会削弱欧盟的竞争力，那转而集结力量推动以自由贸易跟跨境商业为主轴的一个替代路线。好，所以你可以发现欧洲国家在面临一些重要政策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国家想的也不一样，那它里头都没有办法团结了，怎么一致对外呢？这也是蛮多人在思考的。好，那我们看到马克宏他常常呢就是会突然有一些很激烈的言辞跟言语我们看到这一次他也是反击美国他说欧洲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公开反欧，然后对欧盟表现出轻蔑并希望其解体的川普政府。好，当面对明确的侵略行为时他认为欧洲不应该屈服或是寻求妥协，那因为事实证明这种策略并不可行。好，那马克宏也在示警说其实美国的敌意仍在。他说欧洲跟美国之间有关于格陵兰还有贸易科技的纷争虽然看似好像结束，但是欧洲应该对于冲突再起是要有所准备。那呼吁加强推动长期延宕的经济改革，而且扩大对战略产业的投资。但是马克宏常常讲的话其实欧盟也很多人不太以为意，所以呢还要看看他这些呼吁还有没有人跟随。好，那欧洲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卖出了美元的资产，这是东方汇理执行长他说，未来1年东方汇理将会建议各户减持美元的资产，那转向的就是欧洲跟一些新兴市场。他说今后我们仍将继续的建议客户来实现投资组合多元化。好，那这当然也是一个经济上面的讯号。那我们再看就是川普了。好，川普现在对于加拿大其实并没有放弃，那甚至他有意无意还对加拿大出气。我们先看到因为中国大陆跟加国现在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路透就有报道说中国大陆的进口商已经订购了10船的加拿大油菜籽。好，那预计在今年的2月到4月之间会分批出货。
那这当然显示双方在经贸互动上面有逐步回温的可能。好，所以卡尼去一趟中国大陆也不是白去的中国大陆也会予以回报就用了这个10船的加拿大油菜籽我们买进当作是一个这个讯号。那可以看到现在川普对于加拿大其实蛮不满的好，加拿大卡尼呢，他上个月不是到中国吗？那就跟北京达成了新的战略伙伴关系，还有一项初步贸易的协议。但是川普现在威胁他说你跟中国签署自贸协议，会引来我们美方记你100%的关税。好，又是关税。川普什么招都没有就是唯一关税最厉害。然后他就讲说加拿大总理卡尼想要跟中国达成一项协议。他们会生吞加拿大，说到时候我们美国就只能捡剩的我不同意他也知道这个中国跟加拿大如果一旦更好之后，可能对他们是有蛮大的影响的。好，那我们再看川普他甚至还说你美国跟加拿大之间不是有大桥通车吗？那我还会这个禁止加拿大的所有冰球运动他说除非我获得充分的补偿，否则我会阻止一座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跟美国密西根州的跨国大桥的通车。好，那加拿大跟中国做生意他说只会被中国生吞活剥那北京甚至会终止加拿大所有的冰球运动。好，所以川普是不断的威胁。那他刚才不是讲到一个跨国大桥吗？好，就是这一个大桥叫做哥底豪大桥。那现在这个川普是说你至少要给我们一半吧，否则别通车这让加拿大真的是气疯了。你看到安大略省的温莎市长他说你根本疯了，这不仅对我们国家不利，对其他的国家也同样如此。那加拿大商会主席则说无论这最终是真实行动，还是只为了制造不确定性，阻碍或是封锁桥梁，都会是自残的行为。好，所以现在这座桥因为横跨加拿大跟美国，看起来变数也蛮大的。好，我们还是一开始看到了就是欧盟他们自己也起了内讧。先问盛峰委员。我这一节的信息非常的多，是让我们从小讲到大。第一个先讲意大利，意大利这个中国人占据意大利的制造业是已经有20几年的历史了。应该这样子，温州人跟青田人在意大利把很多 made in 意大利的东西，后面的老板都是老中。过去呢只是从衣服皮饰进军到了食品，不仅进到了食品，而且进军到了整个亚洲地区的销售权。所以各位有机会可以到青田市一个县级市，有机会的话去看看，你会发现那是一个世界的小缩影。所有欧洲的产品大概在那里你都可以找到独家代理商。所以在那里红酒很流行，西餐更盛行，然后咖啡馆的比例大概是最高。所以您刚才所第一段一提的这样的信息，这个在整个的青田人跟温州人为主体所在法国、意大利所影响的，还有西班牙这3个国家的这一种基层民间消费的力量的扩张非常非常的大从这里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让我们来看看罗大佑有一首歌说恋曲1990那现在应该不知道谁能不能来写一首歌叫蜕变2026年。我们2022年才开年没多久，我相信未来的这一年，所有研究国际政治的人应该是最兴奋的也最辛苦的一年，因为每天都活在你不可预测又好像预测得到的一个环境里。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呢，有一个两个最大的变数。第一个变数当然就是美国，美国的变数当然就是川普爱出处，然后呢很奇怪这跟加拿大在出什么出，我也搞不懂所以爱出处，自卑自大，狂妄，这讲话不算数，等等，闹成了一锅粥从背后来看，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在沉沦者最后的挣扎，而不是奋斗者奋力一搏的努力那另外一个国家就是现在2026年开始，应该是25年的后半段就有点开始了，那就是中国。现在全世界我看有一个选题，这个选题就是在研究为什么我们认为会垮的中国没有垮，为什么体制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没有照我们的路子来走，
而会成功。为什么？为什么？太多的为什么？其中2个最大的变化，各位应该知道，一个叫 BBC， 现在整个的报道啊，这完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是德国之音，这一些就显示的一个正在下沉的美国，一个正在被世界关注的中国，这2个正在影响的这个世界里。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欧洲，尤其在这个呢，冷战结束之后的欧洲啊，基本上是相信跟美国站在一起，这是欧洲要成长不可离开的一个宿命。大家也认为这样子，也认为理所当然。当然，欧洲也发现一件事，说像我们欧洲这样，假如我们集结起来，对我们欧洲最有利的话，就是成立一个抛弃部分的主权组成的所谓的欧盟，然后呢，建造一个新的货币啊，叫做欧元。欧元成功了，但是欧元从成立的第一天就被美国打压了，因为他动了美国的奶酪。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在美国唯我独尊的时候，它冲突不大。当开始有一个人拿着大棒啊，在恶搞恶砍的时候啊，欧洲就会感受得到这样子的美国还我要吗？这个时候有一个国家产生了最大的变化，就是法国。法国呢，真的几十年前你去看，那是一个多了不起的国家，科技、哲学、文化、艺术样样行。其他国家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它没有不能造的，从这个人造卫星到火车到等等。现在的法国呢，好像正在没落中了，失落的法国。对，因此一个失落的法国，加上一个政治地位失落的马克宏，他的发言权当然也就低落了。是，大钟教授怎么看？对，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欧洲的状况哈，我们知道这个冯德莱恩最近出的一个报告里面哈，特别呼吁欧洲各国领袖要注意到说哈，不能只有中国制造啊，美国制造，制造业回到美国，也应该注重欧洲制造啊，也包括很多一些相关的一些概念啊，包括可能要多投资自身啊，多购买一些欧洲本地的一些商品。其实这个概念呢，当然在欧洲内部是意见不同的，是分裂的。但是最支持他的应该是法国总统马克宏，因为马克宏有自我辨别说，他不是在做保护主义，而是在保护欧洲本土的一些工业跟产业。他甚至是说哈，欧洲假设要购买一些商品哈，应该这个商品一定比例要是跟欧洲本地来源是相关。他用这样的方法去做他的一个诉求啊，包括甚至要成立所谓的欧洲共同债券啊，欧洲更大比例的投资欧洲自身。但是有些国家其实不以为然啊。除了像是意大利、德国是有点保留，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说，如果我们设限设这么严重，是那样走火入魔了，过分了，因为反而会伤害到这个欧洲自身的一个竞争力。那甚至像小国，比如说比利时的这个总理也讲得很直白，他说法国想的是欧洲制造，要保护欧洲，但是法国真正关心的是法国本土商品有没有获得欧洲国家的青睐。好，这个根本跟欧洲整体是两回事。好，所以在这个面向上，其实欧洲还有一些分歧在。但我自己这样看哈，那因为川普2.0上任之后到现在啊，不只是欧盟本身啊，很多国家有做了一些战略上的调整啊，不管是在安全议题上，或是在经济上面都是如此啊。那欧盟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去年其实欧盟很快啊，在川普压力之下，他是一开始是姿态很严厉的，要跟川普抗到底。可是很快签订协议，6000亿美金的投资，还有数千亿美金的这个向美国能源的购买，在未来几年内的承诺。但是欧洲知道这后面的川普的压力就是如此，所以马克宏才会说，目前欧洲是面临到双重压力，一个是中国大陆很强势的竞争，第二个是川普对欧洲的压力，不要以为它就降低了就没有了，他说随时可能会卷土重来。那还有一个地方是再过2天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要召开啊，去年我们应该是历历在目，因为川普刚上任，副总统范斯在那一场会议里面的这个演说里面，也是让大家很惊吓，尤其是欧洲国家，因为他基本上，因为一般是期待在谈俄乌战争，可是他在检讨范斯副总统在检讨欧洲的一些主流价值，还有移民的问题，还有你们怎么可以去剥夺一些团体的一些言论自由呢？所以马上要召开第2次。第62届2天之后，那这一次美国是由这个国务卿Rubio 带队那还有几十位的美国议员
会参加，所以大家等着看美国在这个场合里面会陈述什么。不过在峰会召开之前，其实慕尼黑安全峰会已经先把它的今年度的安全报告提出来了。其实里面很有趣，里面有在讲述美国对于全世界的影响，主要讲的是川普的政策，意思是这个几十年来的秩序可能要开始破坏或是崩解啊，这值得大家进一步关注。对，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慕尼黑会议，我们就来看看美国还会不会有什么更暴走的言论。好，舰长怎么看？刚刚大中老师所讲到的有关于川普的部分啊，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在这一个拜登总统以及他的国务卿布林肯的任内，他们讲的是什么？他们讲的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可是实际上，按照刚刚大中老师的讲法，那以及我们大家的认知与观察，现在是不是变成了以川普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就是川普指点江山，他想干嘛就干嘛，他说干嘛就干嘛。那也就因此啊，其实现在美国跟欧洲之间呢，虽然他们有非常多的一个共同的体制，例如北约，但是呢，实际上来讲，他们是同床异梦的，他们想的事情并不相同。那也就因此啊，那中国大陆的成长让大家有一种感觉，而且这一种已经不是感觉，是一个事实，叫做东升西降。但是这个东升西降呢，大家喜欢把它进行二元化的分立，但是它不是二元化。为什么？因为以前的所谓的冷战的二元化思考，也就是美国跟苏联，可是现在呢，大家喜欢讲 G2， 也就是中国跟美国，可是不要忘了，中间夹了非常多的中等强国，也就是例如说我们讲到的刚刚提到的非常多的，例如说德国、法国，甚至加拿大，其实都是这种国家啊。而且呢，其实我们讲到第二点啊，这个东升西降的问题啊，并不存在一个因果关系，也就是呢，东升并不是因为西降，而是西降是因为怎么样呢？是因为西方的一个它的国内政治两极化，以及它的不平等的一个制度。我们想一想，从川普上任以来，他在内耗里面做了多少事情？例如说，我们看到，他如何用了他的 ICE 去到处追捕，甚至不当使用枪支的，到处的抓这一些移民，这是一个。第二个，他跟这个，哈佛大学到底之间的一个纷争又是什么？还有另外我们讲到说有关于学生签证，学生签证这东西大家看起来好像不重要，但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美国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吸收了大量的移民，而不是美国自己厉害。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刚刚我们特别提到说啊，全世界现在好像要走的是川普的秩序哦来进行。好，这个川普什么事情他都想要一手抓，包含人事。好，我们看到美国 Fed 哦，现在呢，川普因为提名了这个接班人是华许，好，那他就讲说啊，如果能顺利的获得国会同意并上任，就会有能力带动美国的经济成长率达到15%，甚至可能会更高。好，那华许也说啊，这个现在特别不好意思，是川普补充说到，上次遴选联准会主席时他说华许其实就是就是第二人选的顺位。好，但是后来选择现任的主席鲍尔，所以他说这个选择是一项重大的错误。好，所以现在川普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华许身上。那主要就是因为鲍尔他比较独立性所以很多川普要的决策，他没有办法执行就被川普讨厌了。好，那鲍尔是在今年的5月就要卸任但是华许还有美国参议院的听证
院会审查，还有正式的确认才可以来就职哦。好，那川普画大饼哦，喊成长可以达15%，那是不是也拿华许当代罪羔羊呢？哈，因为如果到时候没到，他就说是华许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想象。好，我们看到川普现在很期待嘛，华许可以降息哦，但是恐怕难以如愿，因为在 Fed 里头有2名官员是提反对的理由。好，我们来看北卡的这个共和党参议员就有说啊，只要司法部针对鲍尔跟联准会办公室大楼的整修案进行调查，他就会阻挡任何联准会人事任命案的审议进程。好，所以克里夫兰跟达拉斯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哈马克罗根都不约而同表示通膨依然可能过高，所以平抑物价涨幅的进展可能会停滞。好，所以看起来川普要让华许担上这个 Fed 的这个接掌人的话，恐怕还会有一些困难。好，但是美国去年12月的零售销售意外是0成长，那这件事情也低于市场预期，那甚至本来市场预期是0.4%嘛，所以整个是非常的弱。那反映美国去年的气候严峻，那关税冲击以及通膨居高不下，都让消费者勒紧荷包，不愿意花钱。好，所以在美国的经济上面看起来是非常糟的但是呢，川普不认他说我们的股市非常好。好，那美国现在也当然希望跟中国大陆之间关系不能太紧张啊，否则4月怎么到中国去呢？我们先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他认为两国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一个硬道理，说两国必须坚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还有合作共赢，那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以持续的发展。好，那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也特别讲说川普跟习近平不是在4月要进行会晤吗？在这之前双方还会再进行更多的磋商。那目前美中的贸易关系稳定，华府跟北京是保持定期的联系。好，那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认为说我们都是竞争的对手，而且他认为竞争才会让彼此变得更好，以防停滞不前。那在战略产业的领域上面，美国正努力从中国夺回主权，包含关键矿产、半导体还有药品。好，那贝森特也算是说了大白话了他已经把他们的底牌都摊出来了，说我就是要这些拿回我的主权好，那美中的矿产是不是也已经在开打了？因为现在美国试图要在非洲的关键矿产领域跟中国来竞争。那美国政府依靠金融还有贸易的方式要把非洲的矿产逐步的引到符合自身利益的供应链，那试图对冲中国在矿产开发上面的精炼长期主导的地位。好，那尽管美国现在这个人投入了大笔资金，但是能不能在规模还有速度上面追上中国，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中国企业仍然在像是刚果这些地方保持着强大的资产控制力跟推进的速度。好，所以我们之前就讲嘛，这个去年一整年就发现中国他们常常就是都不闻声色但是一出重击的时候就把美国打的这个头破血流那美国就是很急很急，但是有办法这样子超英赶美吗？那我们再看到就是稀土的制裁冲击了工业军工产业。现在美国媒体披露说洛马公司大量的交付 F-35的战斗机但是因为稀土资源匮乏，所以就遇到一些大问题，现在没有APG-85的雷达，只能先以老旧的 APG-81雷达来代替所以就会面临一些讯息获取的影响。那就有人讨论这个美国小院高墙的抗中政策反让自己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好，那中国大陆这边的科技其实真的越来越强。我们看到阿里巴巴也发布了一个大模型，让机器人是有思考大脑的能力。那甚至说真实感太强，引发一个信任危机吗？这个叫做 C-Dance 的2.0紧急限制权限字节跳动就说这最新影片就是有这个生成模型，然后呢这个有很多的产品都开启了内测，就引发了关注。好，另外因为春节快到了嘛，所以有一些跳舞机器人也是很急着工作，但是频频冒烟了。有商家说机器人因为频繁的跳舞表演损耗非常严重，
鞋底都磨烂了，甚至冒烟了，需要紧急的返厂来进行维修。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在机器人上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的美国经济的部分我们也讨论很多次了。反正川普就说嘛，美国看美股才是他说在他任内要站上10万点。好，我问盛峰委员，牛皮不是吹的，但是川普的政绩是吹的。别忘了他就职的时候，一开始我记得那时候白宫每天公布川普赢血，他每天就赢麻了，今天又什么赢麻了。赢了1年之后，终于在他任满的这个任期满1周年的时候，真的公布了一个川普365赢，就是365天天天有赢了365项。各位有兴趣的人到白宫网站去看一看，那个365项里面的很多项目，看了你只是说，哇塞，一个人敢吹牛到这种程度，对，连一点小东西他可能都要讲。对，不要讲，我在白宫挂起了最大的美国的国旗，这也赢了。等点了太多，讲的他会浪费很多时间。这美国碰到这么样的一个总统，不知道是他们的福气，又是我们的福气不知道，真的是川建国但是他又有很大的能量，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国力，加上美国总统的权力，加上为所欲为、唯我独尊的川普，这3个通通合起来的结果，那是假如一个在道德上、品德上不能，在性格上不能自我约束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失控而有能力的火车。你不觉得美国现在不管你怎么的研究，它是像一个失控而难以怎么样子难以掌握住的火车吗？美国大家都说过是世界最坚固的一个国家，它是最安全的一个国家。然后呢，他的前辈都努力，终于他们可以成为世界唯一印钞解决问题的国家。全世界用它的美元，它是全世界经历可以涵盖到世界每个角落的国家。这样子的美国，现在你看到的是不是应用这样子的优越，在为世界甚至为美国人民做什么，而是在成就那个川普自己本身的满足感。那从这样慢慢来看，大概现在今年大概所有的国际政治学者最关注的，也是两岸的学者研究者最关注的是，中美会在这1年里会搞出什么样的结果，会架构出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因为这个架构的结果会影响到以后这个以后的一个变化。那两岸呢也会因此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那到底会如何呢？我不敢在这里做预测，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是我们逃不掉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讲到这一个中美呢在非洲的这个问题上。我想辛巴杜维的总统接受了访问的时候，他的那一段话我印象很深。你们为什么老是问我们要在美国跟中国选哪一边？你们为什么从来不问我们的利益在哪里？我们怎么选择才是维护我们最大利益之所在？这个答案告诉了我们很多钱，因为这是一个美国的记者的发问，而且是一个名记者的发问。这样的回答告诉了我们什么？就是中美两国在整个的非洲的布局是完全不一样的哲学。在美国讲起来，这是资本逐利的地方。我为什么要去挖那个矿？我能赚多少回来？中国呢，在那里的矿业跟投资有一个不一样的，是一个战略的布局。我之所以起的这个矿，是在我国家未来的发展里，它可以帮我做什么？最后它导到一个东西：生产、基建、富裕，然后贸易，这构成了一个循环。这个是完全跟西方资本主义是不一样的地方。好，舰长怎么看？我们刚刚上一节特别讲到现在呢是以川普为基础的一个国际秩序，但是对于美国国内呢，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国内政治。那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也是川普的一个想法了。那无论是Fed 现在的主席鲍尔，或者是可能未来的主席华许他们不能够排除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联准会本身它不是合议制它是投票制，也就是这一个
有关于利率的调升或者是调降，那其实是大家投票的。那这个投票里面呢，也就是有7位的联准会理事以及5位的地区性的联邦储备理事会的总裁。为什么需要这样？因为他们需要中央的那个思考以及地方的氛围，所以不是华许上来了，也就是华许说了算，不是这样。但是呢，川普本人啊，本身就是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啊。那他之前是怎么样批评奥巴马的？他说奥巴马是ISS 的创始人啊，他还说奥巴马政府在伊拉克积极的支持盖达组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假的。所以呢，我们讲到说他编造了非常多的谎言，所以现在说，当华许接掌了 Fed 之后，它经济成长可达到15%，那还真的是开玩笑。至于说中美在非洲的投资，或者是我们讲说在世界的投资，那其实美国的投资夹杂了非常多的条件，可是中国大陆的投资并不是如此啊。中国大陆的投资呢，它是会以基础建设的投资以及技术合作为主要的部分，也就是互利双赢才是中国大陆为什么可以进驻到每一个区域最主要的部分。例如说，我们讲到几内亚几内亚它其实它的铁矿在这个位置啊，可是它的铁矿呢，其实现在它的储量高达44亿吨啊，它要运出来要怎么运出来？铁路啊。那铁路谁能帮他建？当然只有中国。那美国不愿意帮他建的部分，也就是对于非洲的投资来讲，中国一定更胜一筹。大中教授怎么看？对，那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中永远是这个竞争对手我觉得是很一针见血目前状况是双方应该都认为说斗，但是不能破因为没有破的这个本钱。我们可以看到去年美国跟中国是经历过5轮的谈判关税贸易谈判之后，才铺成了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在釜山这个峰会。那峰会之后呢，双方达成一些共识基本上就暂时休兵1年休兵1年，算到今年的刚好差不多就落在美国的期中选举那个时间点。那美国基本上就说这个我当然把你对中国大陆的关税往下降。很多过去对你的制裁啦，301的调查暂时先 hold 住。那同样的，中国大陆包括农产品，开始要继续买，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反制措施也暂时不执行。但在这里面我觉得经过去年这个怎么讲，这个相斗之后，基本上我觉得美中都是人间清醒，因为都知道彼此的不足。也知道彼此的优势，因为过去对中国大陆而言非常清楚，美国的科技封锁是它最厉害的地方，这个所以要迎头赶上。那同样的经历过去年的这个贸易关税的这个你来我往之后，其实美国非常清楚它目前的缺点，弱点当然就是在关键矿产还有稀土的供应，所以非洲当然就是一个战场。所以像除了刚才舰长所提到之外，刚果也是很好的例子，因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占全世界蕴藏量的70%以上，但基本上从过去20多年以来是中国大陆的国营企业跟银行基本上是可以控制跟管理这个刚果的钴的这个矿产，因为钴很重要，有不可替代性了，不管对于航太、对军工，甚至对汽车的这个电池都是如此。那本来美国在当地是有矿产的。但在前几年大概都慢慢的被中国大陆购买了，那美国的资本完全的撤走，所以去年就传出来说美国要跟刚果共和国要重新签订这个关键矿产的一些协议。我觉得这只是一叶知秋，因为美国现在全世界在做的地方是可以看到，当美国跟其他国家签订协议，不管是盟友或是重要的伙伴，通常这个关键矿产还有所谓的稀土都是它关键的重点，所以我说美中都知道彼此的优势跟缺点。好，我们进个广告，马上回来。好，
我们常常说政经也是政治脱离不了经济，经济也脱离不了政治。好，我们也要看到高市早苗啊，虽然大胜哦，现在呢日本的经济状况又是如何？我们带大家来看哦，日本现在财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的政府负债已经达到了1342兆日元，刷新了最新纪录。好，那我们看到哦，这个日本的负债哦真的是非常高，这是截至在去年年底的数字。好，那日本民众哦变穷是超有感，那高市早苗现在当然希望用减税来扩支救经济，但是专家也顶出了一些问题哦。我们看到高市提议的减税措施哦，当然是短期之内哦，可能希望减轻一些家庭的负担，马上要有成效。但是经济学教授小林庆一郎就警告说啊，增加支出只会刺激通膨，而且也会提高生活成本。那日本的人口还有劳动力哦都一直在萎缩，那各产业都面临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劳工减少就意味着产出变少，那经济成长也会随之减弱。好，这是一派的经济学家的分析。好，那我们也看到日本的关西国际机场哦，在1月的时候，这往返关西机场的中国旅客，他们最新公布的数字是27.7万人次。好，跟去年的同期哦下降非常多，下降58个百分点哦。那日媒哦则是也特别讲说啊，现在啊这个中国的日本商会会长非常担忧，他说啊，对于关系恶化的日本还有中国政府之间哦，已经失去了充分对话，他非常担心。那他说啊，这个商会是由在陆开展业务的日企组成，所以当然还是希望这个中日之间的关系能够来进行修复。好，那高市现在因为他有大胜嘛，所以挟着大胜之势他当然想要做他想做的事情，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要修宪法。好，那当然也看到日本的媒体说啊，高市早苗如果提案是有望成功的吼。好，所以呢，当然也很多人说要看美国人愿不愿意让你修改呀。好，那当然也说最接近实战，因为现在高市胜选，美日也进行了联合军演。好，这是美国军方星条旗报的报道，他说美日将从11号开始在冲绳群岛来举行史上最接近实战的铁拳军演。好，美日总计要出动的是4900名人员来参加联合军演，而且还直言就是要重击中国的军事威胁。好，那日本现在确实有在做一些准备他们是积极的在造航母和潜舰。那所以专家分析说啊，日本目前正在实施的可能就是一个扩军政策。那说日本近期持续的推动航母航空母舰还有核潜舰等技术的发展，那也推测日本可能在解除限制之后会重返海军强国的行动。好，那日本的自民党狂胜了嘛，所以高市早苗当然很开心但是新华社也有最新的表态，他们认为高市早苗正以右翼政客的偏执还有政治野心，要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潘朵拉。好，在众议院胜选的加持之下，可能会亲手的敲开日本尘封已久的潘朵拉魔盒，然后会把修宪、扩军还有窜死3大恶魔从里头释放出来。好，当这3只恶魔相互交织，修宪就为扩军赋予了合法的外衣，那扩军则会让修正历史的危险变成了现实。有很多人对于2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这个状况当然日本人有很多人对于现在他们觉得不是一个正常国家是很感冒的，所以看到高市现在也是大胜之后，中国的军方这边也首度的表态这个中国的国防部批自卫队路线是要重走军国主义的邪路。好，那我们再看到就是日本跟韩国的关系因为现在青瓦台有特别讲说，李在明有发文，但是没有致电来祝贺高市早苗胜选，所以就有人认为说李在明是不是在美中之间两边现在蛮难选边站的。好，那因为高市会进一步的强化美日同盟，那中日的关系就会恶化，那长期在美中游走的李在明就会变成要选边站。但我们知道李在明平衡外交做得非常好，所以他是不是也在观望日本，尤其是
是高市早苗的一些策略。好，那为了核潜舰，南韩国防部力推军用核能的特别法案，以及美国智库也特别讲说啊，川普任内恐怕会限缩驻韩美军的规模，所以有人认为现在美国的策略啊，就是要你们第一岛链的国家自己把国防弄好啊，那你就当我的马前卒，有点这个味道。好，那我们看到了一开始讲到了日本的高市，我们先问社峰委员。首先第一个呢，修宪这个问题啊，对日本讲起来，我把它形容叫自我主观的一个期待而已，难以实现。为什么？即使今天它2/3了，那问题是参议院没有2/3，因为一般议案在参议院的通过跟宪法是不一样，一般议案是众议院过了，到参议院被推翻了，再退回众议院，众议院过了就过了。那么宪法呢是参议院、众议院2/3过，参议院2/3才会过。那问题现在是参议院没有改选了，要到下一届再改选1/2啊。那你以为他的这个高人气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我不知道。几期用塞几期存，为什么？请各位思考一个问题：石破茂改选的自民党，6个月之后是高市早苗改选的自民党。这个6个月的自民党有什么改变？这6个月自民党有什么伟大的政策出现？这6个月的本质是一样的。半年前大败，那半年后大胜，你觉得这是一个本质的胜利，或者是一个策略机缘的一个胜利？这常常我讲，到底是灯火或者是烟火？那日本赢，这个谁？高市赢了，自民党赢了，日本赢了吗？所以在这样一个情景里面，这个变化没有那么容易的。对，第二个呢，就是中日之间呢，日本必须要享受一个事情，中国手上的工具可能比日本多很多。我只有简单的比一比 GDP 好了，那个双方的差距那是越来越大，我已经不愿意跟他算几倍了。人口，日本是大国，1亿多的人口怎么不是大国？可是问题要跟他比较，那个刚好大他10倍的大国叫做中国。生产力那也更不要，以前日本之所以在全球可以骄傲，就是它拥有的非常优秀的生产的质与量，而今天中国大陆的质与量呢，而且是跟日本是对着干的，你有的我都有啊，而且我对你是产生压力的。高铁是吧？再过来汽车是吧？我想不用再挤了，太多家电，那日本已经早就不见了。所以在这些的比较的一个情况下呢，日本究竟还有多少本身要来竞争？可是精力的竞赛，那不要忘记，精力就是建立在我刚才讲的 GDP 生产力的基础上。那么这2个国家进行的军事兼备有意义吗？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美国、日本必须要想一个事情，要做一个正常的国家，要摆脱了美国的框制，你摆脱得了吗？我们希望他摆脱得了，我真的希望。那摆脱了之后做什么事？选择是东方的日本，或者西方的日本。作为东方的日本，让中日韩合手变成全世界最强的经济体，真的不比欧盟差哦。还有一个呢，你继续去做美国框架、欧美框架的一份子，成为亚洲中韩呢，老是盯着你的国家，看你怎么办。好，舰长怎么看？我们这样讲有关于军国主义的部分其实从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那个日本的右翼一直都想做这件事情那他怎么做这件事情呢？第一个，修改教科书。那他修改教科书呢，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侵略中国，叫做进出中国。那有关于慰安妇或者是南京大屠杀的部分呢，他尽量不提，而南京大屠杀还被他改名字。那其实他们都是想要规避这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第2点，也就是创造敌人。那他们之前创造的敌人是北韩，那现在呢，把从北韩那个的这一个观点移到中国，因为他们其实想要利用这一个敌人，用以美日安保将美国的大腿紧紧的抱住。那第3个，也就是我们我们等一会儿会提到的有关于这个军事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讲到军国主义他们的想法。那至于说我们看到这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无论是这个12式的反舰飞弹，它原来
叫12式反舰飞弹的射程只有200公里，它现在的12式改，那变成1500公里，而且现在它还会进行同滚啊，它在末端的时候它还会转一圈，不过效用不大。那第二个呢，也就是03式的防空飞弹，原来呢也就是50公里，它现在要把它的射程增加到150公里，这一些都是要部署到所谓的西南诸岛这边，也就是石垣啊，或者是与那国岛，甚至我们讲到冲绳这个部分。那至于说超大型的这个神盾舰的部分呢，其实这个是日本的困境，他们当初想做的是陆基神盾啊，可是老百姓不让他做。那所以说啊，其实我们看这些装备，他们都不是今天突然想做的，是早就在那边慢慢的来。那其实这就是军国主义他们的一个思维啊。那至于说这个铁拳演习啊，它也不是第一次，那今年应该是第20届啊。那它以前呢，实际上来讲，它是在美国加州的彭德尔顿基地，那它到了2022年，那之后呢，它就转到西南诸岛上。那我们最近啊，在网络上看到这张照片，也是这张图片，也就是 B-52接近到台湾附近。哎呀，我们看到很多的青鸟跟黑熊啊，就乐起来了，说你看是不是在测试这一个 AGM-158C 啊的一个投弹测试？其实不是，他们要做的是铁拳军演。哦，原来是这样。大宗教授。对，那个刚提到这个日本修宪的门槛啊，因为我们知道说高市早苗带领的自民党这一次，当然在这个众议院单独是2/3过了310席的这个门槛。那因为修宪的确是需要参众两院各2/3，那参议院总席次是248席啊，因为去年自民党选举避免很好啊，自民党加上维新会大概是加起来大概是120席，那其他包括像是参政党、民主党啊，通通加在一起的话，因为148的2/3大概是要166席。那如果把这几个政党是对于修宪的强度有别，通通算在一起，大概将近159席。就是距离166席的门槛还差一些。所以是要看，因为现在高市早苗在选前提的地方，就大概是说要把自卫队的地位进入到宪法里面，维护自卫队的尊严，这是他要做的事情。但我们也知道说，即便是2/3之后，还有一关叫做这个公民投票。公民投票的这个难度很难说，因为它是过半就可以，18岁以上的这个日本公民就有办法去投票。所以还有一些在后续的步骤。所以高市早苗到底会不会把这个修宪列为是他目前之后执政的最重要的优先顺序，的确是有待观察。但在其他方面，在这一次大选当中呢，高市早苗是单刀直入的，因为经济的议题不好解决，但是在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上，的确是比较容易有一些呼吁，容易打动一些选民，包括年轻的选民在内，包括刚才建院长跟委员所特别提到的，包括这个无核3原则的修改，不制造这个不拥有，但是在不进入这一方面，可能会适度的放宽，就是意思是美国的军舰、军机再有核子武器进入到日本，可不可以？那高市早苗说这个模糊地带，他要把它弄得更清楚。那还有包括这个日本这个安保的3个文件相关的一些修订，还有防卫预算占 GDP 的2%，很明白就是要提早达到。早期大家都说这是1%，现在是2%，而且要更快速达到。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我觉得主要就是刚才进长所提到的，日本非常关注这个远程打击的能力，包括远程的飞弹，包括这个网络的防御，包括无人机，这些都是未来可能就马上会看到的一些重点。